你一个傻子，也配和我成亲？以后别再纠缠我了，我丢不起这个人。原主被李青云当众退婚，受辱投河，而我这个现代药膳师竟借着他的身体活了过来。既然用了你的身体，你受的委屈，我一定会替你讨回来。哇塞，这身体竟然天生神力，再加上我的药膳本事，还怕活不下去？娘，求您借我几个铜板吧，浩然已经咳血了。他就是个病秧子，还想让我拿棺材本救他。小乔，你刚刚去哪儿了？娘，先救浩然，把他扶起来，不能平躺。一个傻子还敢装大夫？倒一碗温水来。小乔，你相信我。姐，别怕，姐回来了。哼，既然有本事，就别吃宋家1粒米。这米是我娘种菜换来的，您凭什么拿走？傻子，松手！以前我糊涂，现在我清醒。谁再欺负我们一家3口，我绝不退让。好，有本事就自己救这个病秧子！浩然，小乔，你怎么突然会这些了？落水以后，我脑子清醒了，也想起了许多东西。清醒了就好。不能再拖了。娘，我去后山采药，先替浩然缓解咳喘。不行，黑风岭今早刚有野猪下山，太危险了。姐，别去。你等着姐。宋小乔，你怎么进山了？我弟弟等要救命，山里有野猪，还有狼，所以我更不能耽搁。他怎么像变了个人？退后！正好试试这身力气到底有多大。小心！我还想试试这身力气呢。那可是野猪，不是村口的石头。刚遇到野猪，你还要进去？我弟弟还等着要。你要找什么？紫苏、桔梗，还有少量草麻黄，先替浩然缓解咳喘。碎石坡上有草麻黄，背阴处能找到桔梗，我带你过去。你什么时候懂这些了？以前脑子糊涂，不代表我会一直糊涂。靠山吃山，这山里到处都是宝贝，只要用好前世的本事，总有办法养活娘和浩然。药齐了，回家。小乔，这些草真能救浩然吗？不能马上治好，但能先缓解他的咳喘。等情况稳定，我们再想办法请大夫。宋家的傻丫头真挖草熬药了，一个吃丫头懂什么药？别把人喝出事儿来。药有些苦，慢慢喝。姐，我喝完了。靠着休息，先别躺平。小乔，浩然真的不怎么咳了，只是暂时缓解，今晚还得仔细看着。
真不渴了。那草药竟然真的有用！这丫头落水以后，莫不是开窍了？小乔，我家那口子也总渴，你能不能替他看看？还有我家孙子。咳嗽的原因不同，不能随便乱吃药。等我弟弟稳定下来，我再替你们看。好。刚才还等着看笑话，以后指不定谁巴结谁呢。张婶儿，这2个馒头给小乔和浩然吃。小涛，你们家也要过日子，怎么能总接济我们？浩然病着，小乔昨天又在山里折腾半日，总得吃点东西。等家里缓过来，婶子一定还你。不用还，我先下地了。站住！你藏着什么好东西？拿出来！娘，这是江涛给小乔和浩然的。那死丫头昨天不是说不靠任何人吗？现在倒背着我收起白面馒头了。这是小涛送的，不是宋家的东西。只要进了宋家的院子，就是宋家的。给我！住口！我昨天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今天这2个馒头，我偏要拿走。那就看看您有没有这个本事。大伙儿都来瞧瞧，这个丧门星吃我的住我的，背地里却藏着白面馒头，指不定偷攒了多少私房银子，眼里根本没有我这个做婆母的。娘，这馒头是隔壁江涛送给孩子们填肚子的，真不是我藏的。编，接着编。江涛那穷小子自己都吃不饱，能送你白面馒头，定是你们偷了娘准备买面粉的银钱。去把族长喊来。各位叔伯大娘，我们娘仨日子艰难，平日只能靠粗粮野菜充饥。邻里好心送来2个馒头，奶奶和二叔却说来路不明，还当众把馒头毁了。大家评评理，这些年我爹留在宫中的抚恤银子被奶奶克扣干净。浩然咳血病重，我娘跪在地上求2个铜板抓药，奶奶一脚踢开。如今连别人送的口粮也要抢夺，这是要逼死我们娘仨！你个死傻子，胡咧咧什么？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二叔急什么？上个月江涛送给我家的野兔，是不是你当晚便提去自己房里炖了？前天我娘在菜地里累得晕倒，是不是你在一旁冷嘲热讽？街坊邻里都在，你敢当众发誓说没有这些事？这王氏和宋翠也太刻薄了，简直不给活路！就是欺负孤儿寡母算什么本事？族长，您可得给张氏娘三做主。王氏和宋崔常年苛待他们，连口剩饭都不给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事情的原委我都清楚了。王氏，你常年刻薄儿媳，虐待孙辈，连村邻都看不下去。今日我做主，将这后院偏房正式划分给张氏、宋小乔、宋浩然3人。从今往后，分户立灶，各不相干。族长，那可不行，这房子是我的。怎么，我说话不好使？那要不要我去报官，看看谁占理？娘，还是算了。分家就分家，一个傻子，一个病秧子，还有一个没本事的娘，我看你们怎么活下去！告诉你们，到时候就算你们跪下来求我，我也不会收留你们。分了家也好，可以甩开膀子干。明天一早我便进深山，多采些草药给浩然治病，顺便寻些野生的卤料，只要能熬出卤汁，就能做卤味赚钱。八角香、桂皮藤、草果根，卤肉的底味香料差不多凑齐了。今天多采些，回去试着熬一波卤汤。光有香料不行，还得配些果腹的野菜，蘑菇、野葱、蕨菜苗，能囤多少囤多少。手里有料，心里才不慌。不是，这不对吧？小乔，快躲开！这畜生凶得很。我的天，单手掀翻这么粗的树，还是不是人？这力气，咱们3个大男人都比不上。
你这丫头胆子不小，一个人进这么深的山，还真把野猪拿下了。这头猪伤得不轻，肉也够多，拿回去卖也值些银两。你看怎么分合适？李豆哥，如果不是你们，我可没办法对付这只野猪。不过我有个提议，我能让这头野猪卖出的价翻上2番，不知你们愿不愿意信我一回？翻2番？小乔，你说真的？我手里有一套去腥增香的卤煮方子，不管什么野味，经我卤制，价钱都能翻上1倍。你们若是愿意，往后猎到野味都可以交给我售卖。大哥，他从前痴傻，方子未必靠谱，别到头咱们什么都不捞。今日能捕到这头野猪，你也有功劳，我信你一次。剩下那半给你，如果你真能卖出高价，到时候我们打的肉全交给你。行。火候差不多了，再焖1个时辰，明天一早出锅正好。什么味儿这么香？以前没闻过。那边，过去看看。好，再来一块，多少钱？我全买了。之前是我小瞧你，没想到你这儿有这么大的能耐。以后我们把肉都给你。生意成了，这是你们该得的钱。多谢。姑娘，想要些什么布料、棉衣，尽管挑。娘，这件棉衣厚实挡风，棉被也软和，咱们都带一套回去。浩然也挑一件合身新衣。掌柜，再裁下数匹细密白面布料，一并结算银两。好嘞。活了大半辈子，从没盖过这么暖和的被子。谢谢你，小乔。要不是你，我真不知道以后该怎么过。娘，咱们一家人说这些干什么？姐，咱们以后也能过上好日子了。那还能有假？从今往后，咱们再也不用挨饿受冻了。加这些果蔬配菜，会不会耽误出摊儿？不会，荤素搭配着卖，客人吃着不腻，还能多吸引些身子弱的客人。这是什么味道？闻着倒让人胸口舒坦了些，去看看。小姑娘，你这锅里是什么肉？闻着跟平常集市上卖的不太一样。夫人，是野猪肉配草药卤制的，旁边这几种野菜是拌了香料，清口解腻的。夫人若不嫌弃，可以尝尝。我厌世月余，吃什么都觉寡淡无味。你这肉入口竟没觉得腻，反而勾出些胃口来。夫人，您今早出门前才喝了2口粥，这都午后了，难得主动多吃了几口。剩下的肉和菜我全要了，明日再送一份到县衙府上。夫人放心，明日我给夫人备些更清淡养胃的菜式。这道卤肉，我换几种性温的草药重新熬一锅，不会燥火。明日我让下人过来取，你用心做便是。
姐，那是县令夫人，她说明天还要来。回去咱们好好准备。这种大人物要是伺候好了，以后咱们就不缺生意了。宋姑娘，夫人这2日吃了你做的养生卤食，胃口大开，身子骨松快了不少。夫人特意交代，明日她要亲自出府登门拜访你，商讨长期定制药膳的事儿。有劳差爷跑这一趟，请转告夫人，小乔明日恭候光临。你们瞧见没？这2天县衙的马车天天停在宋家后院门口，那个穿官服的差爷提着大石箱进进出出的。可不是嘛，听说是那个啥，不是小乔做的卤肉，攀上了县衙的贵人，那得赚多少银子啊！天天大鱼大肉的往县衙送，怕是2辈子的银钱都给赚够了。哼，赚的再多有什么用？田院2位眼睛都红得滴血了，能眼睁睁看着小乔发财？好你个没良心的赔钱货，背着老娘赚了那么多黑心钱，自己在这吃香喝辣，连1文钱都不知道孝敬长辈。把这卤肉配方立刻写给宋崔，还有以后每个月老老实实给老娘送5两银子的孝敬钱。听见没有？要是不给，老子天天来砸你的摊子，看谁还敢买你的脏东西！商贾见计，市井刁民，幸好我早早跟你划清了关系，要不然我李家的脸都要被你丢尽了。今天还真是什么牛鬼蛇神都跑出来了。二叔、奶奶，你们消息到灵通，不过配方是我的，银钱也是我挣的，1分我都不会给。反了你了！老娘今天就砸了这锅，让你一星半点也卖不出去！滚开！今天这锅肉老子砸净了，看你以后还怎么赚钱！一个痴傻村姑，不过是寻了个当街叫卖的活计而已，真当自己能飞上枝头了？一旦王大娘去县衙告你，你这赖以生存的营生，立刻就会被砸个稀烂。口蜜腹剑，手数2段。李青云，你这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吧？幸好当初撕了婚书，否则跟着你这种道貌岸然的人渣，我才是一辈子全毁了。你个悍妇！我没看错吧？那可是宋崔啊，少说200斤，就这么扔出去了。这丫头哪来这么大劲儿？这怕是鬼神附身了吧？完了，造孽呀！你敢殴打长辈，老娘现在就去县衙击鼓，告你忤逆不孝，伤人害命，让县令大老爷把你关进死牢，秋后问斩。对，去县衙告他，今天非让他到大牢里吃牢饭不可。诸位乡亲都看见了，宋小乔目无尊长，殴打祖母，重伤二叔，人证物证俱在。王大娘，你尽管去县衙告状，我李青云身负秀才功名，定当亲自上公堂为你作证，绝不容许此等毒妇败坏我宋家村的风气。李秀才好大的威风，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帮他们告得赢。夫人呐，您快为民妇做主！这个不孝孙女动手殴打我，还把我儿子扔出院外，实在是忤逆不道啊！方才院内发生的一切，我进门之前全都看得一清二楚，不必多做遮掩。李青云，你身为秀才，不思修身正己，反在乡里挑拨是非，煽动老弱登门滋事，心胸狭隘至此，也配称读书人？倚老卖老，贪得无厌，屡次欺辱儿孙，强索财物。今天我亲眼所见，若再让我听说你登门闹事，必追究到底，绝不姑息。宋小乔是我府上钦点的养生厨娘，为我调理身体有功。从今往后，谁敢为难她，便是与我作对，便是与县令府作对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可是秀才，县令夫人对我不假辞色也就罢了，凭什么如此偏帮宋小乔？完了完了！宋小乔抱上县令夫人的大腿，以后还能有我的活路吗？你在家里做卤食，总被人打扰，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我在县城有一间闲置铺面，
明日我让管事带你过去瞧瞧，若是合心意，便可直接用。你只管安心打理养生膳食，其余琐事不必忧心。夫人放心，我一定竭心尽力。谢谢夫人，谢谢夫人。铺子刚落脚，县衙那边每日要送药膳，你每日两头跑，会不会太过劳累？娘放心，我早晚分工妥当，白日去府中备膳，傍晚回铺面照看生意，浩然也忙着跑腿。姐，送货见账的活儿都交给我，绝不会出错。行，那就交给你了。回头我教你一种新的记账方式。管事，这便是夫人特意请来的乡下厨娘，年纪轻轻就得了贵人看中。不过是运气好，讨了夫人欢心。真论厨艺火候，哪能比得上我掌厨多年？府内灶台皆有分配，这处空灶归你使用，柴火就在那边，自行取用。多谢管事安排，我这就整理灶台，备今日养生卤汤。府药材需统一登记调拨，你今日预定的滋补草药库存紧缺，暂且扣下，等日后补货再说。既按府中规矩行事，我不多强求，自有随身备用草药可用。往后他这边的杂活不必搭手，各司其职，莫要乱了后厨规矩。是，我们记下了。孙娘子心生极度刻意刁难，硬碰硬只会落人口实。先隐忍观察，待药败娘做出成效，夫人自有评判。柴火虽差，慢煨便能逼出肉与草药的温补滋味。你闻这香味儿，比孙娘子炖的肉汤还要醇厚柔和。破灶烂柴熬出来的东西，怕是又腥又苦，莫要送去夫人跟前丢脸面。汤色透灵，药气点不冲鼻，怎么可能？后厨何处飘来这般舒心药膳香气？是小女子为夫人熬制的五补鸡汤，搭配山野草药调和，专门调理夫人厌食体虚之症。汤色清亮，药香内敛，过后把控绝佳，难得，实在难得。等下我也得同县令讨一碗尝尝。味道恰到好处，温补却不燥。再盛一碗来。不错不错，你来了以后啊，我真是吃什么都香。夫人喜欢就好，回头您有什么想要吃的，都可以告诉我。我先去忙了。听说了，夫人非常喜欢宋小乔做的东西，连吃了好几碗呢，这可是从没发生过的事儿。这么说，宋小乔很快就能站稳脚跟了？何止，说不定要不了多久就能取代孙娘子的位置。我倒要看看这汤有什么名堂，指不定是掺了什么旁门左道的东西。怎么会？你看这单薄，力气怎会这般大？灶台里是给夫人调理身子的药膳，若是打翻，耽误了夫人进补，这个责任孙管善担得起吗？我不过是想查验一番，并无恶意。真心查验可以好好说话，上来就掀锅，未免失了后厨管事该有的分寸。夫人，方才后厨发生一桩事，奴婢不敢不跟您禀报。何事？但说无妨。昨日给您炖药膳鸡汤的宋姑娘，在后厨一直受孙娘子刁难，只分给她破旧灶台，
还扣下他预定的滋补药材。原来小乔在后厨受了这般委屈，他一心为我调理身子，反倒遭人处处为难。孙娘子自持掌管后厨多年，乔姑娘出身乡野，心里一直不服气。宋小乔，这枚内院通行令牌你收好，往后你要入内院备膳，取用滋补药材，不必再经过后厨孙娘子调度，直接来找我身边丫鬟即可。多谢夫人体恤厚爱。那是夫人专属通行令牌，整个后厨只有咱们管事才有资格碰。这下孙管事怕是要慌了。夫人摆明偏心宋姑娘。宋姑娘，你这令牌是夫人亲手赐予你的。夫人体恤我备膳不便，特意赐我自由出入内院，无需经过后厨调度。宋姑娘，先前是我心胸狭隘，处处为难你，是我的不是，你千万莫往心里去。后厨最好的灶台归你用，药材库钥匙也交由你保管。这筐仙菇是今早新采的，给你赔罪。孙娘子辛苦了，往后各司其职，安稳做事便是。是，我记住了，日后绝不再给姑娘添半点麻烦。开业这3日，客人就没断过，多亏夫人给咱们撑底气。姐，今日又收了不少银钱，我先收好记账。生意刚起步，咱们踏实做好食材，客源才能长久。老板，这肉水分过重，按压便失水，青菜也发蔫，根本没法入膳。今日货源紧缺，只能凑合，全城货铺都这般。接连2日送来的食材皆是残吃货色，根本无法制作药膳吃食。看来有人眼红我的生意了。老伯，这2天送来的肉菜都有些不对劲，您知道什么情况吗？姑娘，你还不知，迎客楼赵老板提前打了招呼，谁要是给你送好货，日后就断了我们跟酒楼生意。原来是赵四海从中作梗，他是县城最大酒楼老板，商户都不敢得罪，你可得小心。老板，这几日送去宋家食铺的食材全是次品，他那边生意已经冷清不少。他一个乡巴佬，以为靠着县令夫人就能分走县城熟食生意，断他优质货源，不出几日只能关门歇业，继续给各行商贩递话。谁敢给他供新鲜食材，咱们迎客楼永不合作。是。这赵四海心眼太小，眼红咱们生意，故意刁难，可如何是好？不必忧心，他能垄断城内商贩，却拦不住城外农妇与猎猴。明日天未亮，我亲自出城，直采食材，绕开他的渠道。姑娘放心，全是今早刚摘的，无半点黄叶，比城里货摊新鲜数倍。劳烦李伯每日留一份给我，往后我定时过来自取，不经过城中商贩转手。没问题，我记牢了，保管给你留最好的货。分明是蓄意冲撞，这是要废了我。姑娘饶命！小人不是故意要撞你，是迎客楼赵四海给了我2两银子，让我在路上教训你一顿，断了你出城采买的路子。小人只是拿钱办事。区2两银子，便敢当街行凶伤人，赵四海好大的胆子！我说的句句属实，银子还在我腰间布袋里，我不敢撒谎。姑娘这是出了何事？为何压着此人？此人受迎客楼赵四海指使，驾马车蓄意冲撞我，意图伤人。他已经亲口招供，腰间还有赵四海给的银钱为证。劳烦2位带我一同前往县衙报案。光天化日行凶，
胆子实在不小。随我们回县衙问话。县太爷，草民所言句句属实，绝不敢隐瞒。赵四海，本县一向容商户安本经营，你却为一己私怨故人行凶，好大的胆子！来人啊，传赵四海。是。大人恕罪，是小人一时糊涂，心生嫉妒，才做出蠢事，绝无伤人害命的歹心。今日看你酒楼经营多年，暂且从轻处置。若再有半分小动作，敢在县衙眼皮底下刁难、算计商户，我即刻查封迎客楼，从严查办。小人谨记大人训诫，往后绝不敢再招惹宋姑娘。就这县令该不会是收了黑钱吧？就这么放过赵四海？宋姑娘，前日全是一场误会，是我心胸狭窄，今日特意备些薄礼前来赔罪，还望姑娘大人有大量，莫与我计较。赔礼我收下，往后不必再这般破费。为表诚意，我拟了独家供货契约。往后铺内所有食材全由我迎客林供应，价格从优，姑娘只管签字便是。赵老板诚心合作，按市价公平交易便可，独家契约就不必了。姑娘，不再斟酌一二。我自有稳定的乡下供货渠道，不愿受独家合作束缚。方才我还担心你会应下契约，这下总算安心。赵四海心性狭隘，签独家供货等于自投罗网。咱们靠农户直供，才能长久安稳。夫人唤我，可是有善事安排吩咐？知府夫人与一众州府女眷要来府中小住，接风宴席之事，今日起全交由你打理。后厨诸事向来由孙娘子统筹，无需同她对接采买调度吗？不必经过孙娘子调度，食材、灶台、药膳配方全由你自主安排。有任何需求，直接同我说便可。夫人放心，我定用心搭配，无补药膳，不让诸位女眷失望。前阵子是我心胸狭隘，如今知晓姑娘本事。今日宴席事关府衙脸面，我与杂役们都听你差遣打下手。有劳孙娘子。麻烦帮我分拣鲜笋，清理禽肉，火候把控我亲自来手。姑娘尽管吩咐，洗菜烧火，我们都麻利。娘，今日新采的山药、百合都在后厨放好了，姐姐那边还需要送吗？不必打扰你姐姐备宴，咱们守好铺面，不让她分心，便是最好的帮忙。坏了！咱们备好的供给全被泼了脏水，那坛老酒也被倒进污泥，明日宴席的重头食材全都毁了。先别慌乱，眼下距离开席还有几个时辰，来得及补救。此刻城门紧闭，城中商铺全都休业，咱们去哪里寻上等活鸡与陈酒？万一耽误知府夫人宴席，咱们都担不起罪责。城外农户家中，我早前预定过几只土鸡，西侧九凤掌柜与我相熟，我即刻出城取货。后厨杂物你先整整妥当。宋姑娘，这般深夜怎么过来了？李伯，我前日寄存此处的活鸡，能否先借我2只？县衙宴席食材遭人损坏，急需救急，事后我双倍补偿于你。小事一桩，宴席要紧，你直接带走便是。路上小心。姑娘拿去用，分文不必急着结算。这般黑灯瞎火，竟真能凑齐食材回来，真是多亏了你。这药膳汤喝着温润养胃，身上沉闷的不适感都轻了不少。卤料混着草药香气，香而不燥，
家中体弱孩童也能吃。小姑娘手艺实在难得，食补兼顾，口感与药性，实属少见。下月我府中要办寿宴，宾客多是体弱女眷，你可愿随我前往州府帮衬几日，打理宴席审食？承蒙夫人看重，此事我需同县令夫人商议一番，不敢擅自做主。小乔药膳手艺绝佳，能去州府为您操办寿宴是他的机缘，我替他应下。届时我让人提前备好他所需各类草药食材。甚好，到时候我派人提前来县城接你。宋姑娘仅凭一手药膳，连知府夫人都特意邀约，真是风光。之前孙管事还处处为难人家，如今谁能不佩服？这丫头是真有本事，单凭厨艺就能得两位夫人看重。从前是我眼界狭隘，处处针对，如今我是彻底服气了。州府路途不近，到了那边万事多忍让，莫与人起争执。娘放心，我心中有数，铺面诸事就劳你多费心照看。姐要是在州府受委屈，我立刻赶过去帮你。江涛大哥，你这是怎么受伤了？无妨，方才进山猎了野兔，特意送来给你带去州坊做药膳。路上遇上几个蒙面人，东西被抢大半。你明日赶路，路上小心。我没事。对方不劫钱财，只毁食材，出手又这般规整，摆明是冲着我的药膳生意来的，绝非普通劫匪。你安心收拾铺面，这条县城经妖的门路我熟，夜里往来的生人，私会的商户，我一查便知。我这就去打探清楚，是谁在背后作祟。你伤口还在渗血，夜色又深，别硬撑，务必量力而行，安全为先。这点小伤不碍事，不能让你平白受人算计。我问了沿路摊贩，近几日迎客阁赵四海频繁出城，和一名州府来的厨商私下会面，二人来往十分密切。原来是他暗中勾结外人，故意半路劫走食材，想断我州府宴席的野味原料。大人，前夜江涛为我运送野味途中，遭蒙面人劫击，盘问沿路摊贩得知，迎客楼赵四海近日频繁与州府食材商私下往来，恐是二人勾结，蓄意截断我的食材来源。即刻安排人手暗中核查赵四海的货渡往来科场，查清垄断野味货源一事，取其全部人证物证，再来回禀。属下遵命，连夜前去查证。这些山野禽肉为何尽数囤积，不对外流通？是我家老板吩咐，不准卖给小乔食铺。这里还有和州属府食材商鞅勾结分利的亲笔字条，人证物证俱在，即刻查封。遵令查封，任何人不得擅入。宋姑娘，一切都是我鬼迷心窍，不该联合外人垄断食材，为难你。握断查封已是重创，求你高抬贵手，向县令大人求情，饶我一回。赵老板，做生意各凭本事，你屡次暗中使绊，故人行凶，勾结外人垄断货源，桩桩件件都有据可查。我劝你从此彻底收手，安分经营，否则下次封的就不只是货渡，而是你的迎客了。我记住了。往后绝不再招惹姑娘，本本分分做生意，再也不耍阴私手段。铺子里每日客源不少，药膳配方又精细，我怕我记性差，哪一步做错耽误生意。姐，送货记账的活我全包了，绝不会弄错客人订单。娘，这些日子您跟着我学了不少，每道吃食的步骤您都看熟了，严格照着方子做，绝对出不了差错。
若是遇上食材短缺，有人上门闹事这类难事，直接去找江涛大哥搭把手，他为人可靠，能帮咱们周全处理。娘都记牢了，你去州府千万照顾好自己，别事事硬扛。我办完寿宴便尽快赶回，后面就劳你们多费心。姐，早点回来，我们等你。府内长厨是董娘子，伺候府中多年，待会儿行事多谨守分寸，有膳食需求可先向她报备。劳烦姐姐提点，我记下了。把最西侧那间闲置备菜间腾给他，工具器皿自行取用。府中统一调配的药材，每日按需省领。多谢董娘子安排。董娘子方才吩咐，近期药材供给紧张，药膳所需滋补药材暂且不予发放，普通葱姜青菜可随意取用。知晓了，我自有随身草药备用。乡下学来的土法子，怕是难登州府宴席台面，切莫胡乱搭配药材，冲撞贵客身子。董娘娘教训的是，我会仔细把控药性，稳妥烹制膳食。董娘子自持资历深厚，见姑娘等夫人专程邀约，心里定然不痛快。汤里掺了生半夏，药性相冲。寻常厨工绝不会犯这种疏漏，分明是有人故意栽赃。董娘子，这汤里掺了生蛋夏，董要帅。懂药性的人绝不会犯这种错。您说昨夜是谁进了我的备菜间动的手脚？与我无关。后厨众人各司其职，我从未派人去过西侧备菜间，你莫要胡乱攀邀。后门值班的小厮亲眼瞧见，您身边贴身厨役半夜进出备菜间，人证就在府中。要不要我现在去请知府夫人过来，当面断清此事？原来昨夜是董娘子的人过去捣乱，还要栽赃宋姑娘泄露配方，这下人证物证俱全，董娘子再怎么辩解也没用了。宋姑娘，是我一时糊涂。嫉妒夫人看中你，才唆使下人动了歪心思栽赃你。此事万万不可向外声张，若是传到夫人耳中，我在府中几十年的差事便保不住了。董娘子，我无意抢您饭碗，寿宴一结束，我就动身回县城。往后州府后厨膳食依旧由您做主，只是今日我把话说在前头。若是再有下次暗中失摆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是我心胸狭隘，险些坏了寿宴大事。多谢姑娘手下留情，往后我绝不再刁难你。夜里寒凉，您不必特意在此值守，早些歇息无妨。理应我在此搭把手，弥补先前过错，
姑娘安心调配食材即可。这药膳做的绝妙，香而不腻，润而不燥，吃完整个人都舒坦了。寻常药膳总带着药土味，这一桌佳肴兼顾美味与滋补，实在难得。此番寿宴，多亏你精心筹备药膳膳食，宾客们个个吃得舒心，对宴席菜品皆是赞不绝口。取我备好的绸缎与银两过来，重重赏赐宋姑娘。是夫人。多谢夫人厚爱，不过是分内之事，承蒙夫人赏识，小乔已应知足。该得的奖赏不必推辞，你厨艺绝佳，心性沉稳，着实难得。你听没听见别家铺子传闲话，说小乔家药膳卤肉看着好看，背地里全是收来的廉价变质碎肉。不能吧？我前几日刚去吃过，肉质鲜嫩，口感很好。若真是烂肉，哪能做得那般入味儿？谁晓得呢？人家说供货的商话亲眼见过，保不齐是他遮掩的好。大妹子，外头到处传你们用坏肉做卤味，这话越传越邪乎，你可得早做打算。我们每日天不亮就去收新鲜货，所有账目都清清楚楚，怎会凭空冒出这种闲话？这谣言传得太快了，再这样下去，客人都不敢来了。娘别急，空穴来风的谣言，只要拿出实证，不攻自破。多谢婶子特意来提醒，我心里有数，今日定能平息此事。夫人，近日城中有人散播谣言，污蔑我铺中用烂肉制作药膳，特此带所有账本、食材流量前来请您查验。我向来信你人品手艺，不必慌张。明日我便让人当众澄清，还你清白。多谢夫人信任，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我只求公道坦荡。诸位街坊听好，夫人每日食用的药膳，皆是宋姑娘亲手制作，与食铺同锅同料。若宋姑娘铺中是烂肉，那夫人连日服用的岂非也是烂肉？说的太对了，这谣言纯属无稽之谈。哼，还用问？定是有人嫉妒生意，恶意泼黑。赵老板这下真是踢到铁板了。没想到他竟借夫人之事翻盘，这回又栽了。那个宋小乔处处压我一头，连散播谣言都没法上他分毫，实在可恨。老板，咱们还是少与他作对，免得再惹官府追责。闭嘴！我自有法子治他。你即刻替我寻个外地来的地痞，重金请他办事。明日扮作寻常食客去他铺内闹事，当众污蔑食材商人，搅黄他生意。事成之后，我再额外给你50两封口费，送你出城避风头。老板放心，这种事儿我熟，保管闹得整条街人尽皆知。外头总有些陌生汉子来回打转，看着不像正经客人，要不要关门避一避？不必慌张，他们是有人派来踩点的，我早拜托江涛暗中盯梢。那地痞住在城外破庙，昨夜赵四海悄悄过去与他碰面，二人密谋明日来铺里寻衅。辛苦你记下全部细节，暂且不要惊动二人，咱们暂且按兵不动。赵四海雇外地地痞，预备明日在铺面当众滋事。
我想劳烦夫人安排一名差役，乔装混在围观百姓之中，万一闹起事来，可及时出面取证。此事我记下，一早便安排差役前去暗中值守，保你铺面安稳，不必担忧。大家都别来这家黑店！我3天前吃他家药膳，连着拉了3天肚子，身子至今虚弱。你可别凭空污蔑人，每日进店客人我们都有印象，根本没见过你。这人胡说八道，这家店我天天来买，身子半点不适都没有，他分明是故意找茬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爷爷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赖老三是也。赖老三是吧？我这账本记得清清楚楚，3日之内你根本没有踏入我食铺半步，何来吃坏肚子一说？我只是记错日子了，反正你家吃食不干净。你暂住城外悦来客栈，昨夜在迎客楼后院和赵四海私会，事成他许诺给你50两封口费，这些都有人亲眼见证。要不要我换藏在人群里的差人去客栈搜查你的包袱取证？原来是赵四海花钱雇来闹事的，心肠也太歹毒。为了打压同行，竟想出这种龌龊手段，不能轻饶！胡说八道！诸位，此事与我无关，你们莫要听信宋小乔一面之词。还有这地痞，肯定是宋小乔请的人，他们自导自演来污蔑我。宋小乔，就算你有人证又如何？就算你能从这地痞包里搜出50两银子又如何？能证明就是我干的那些事儿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赵四海也是有头有脸的。你想用这种方式来污蔑我，门儿都没有。那如果我来当这个证人，县令夫人，县令夫人要为宋小乔作证。臭娘们怎么又来了？宋小乔是他亲闺女。我去，县令夫人亲自掀帘，后面坐的这位岂不是更厉害？我的天啊，是知府夫人！之前县衙里我见过她。之前听说宋小乔去知府衙门做菜，没想到连知府夫人都会过来给他撑腰。赵四海负责盯梢地痞的衙役是我派过去的，我来给小乔当这个证人，你觉得有效吗？事情原委我已经听说了，你要是觉得人证还不够，那我也来为小乔做个证。夫人来的正好，此人屡次针对我铺面造谣滋事，故人行凶，这是他勾结同行抹黑我的密信，收买地痞的收银凭证，还有证人全程行踪记录。本县商户纳入州府岁贡名录，本是朝廷扶持民生之举。你身为老牌商户，竟敢当街恶意构陷同行，扰乱市井秩序。知府夫人亲自出面，不要说宋小乔手持证据，就算没有，我想要翻身也难如登天。夫人恕罪，小人一时鬼迷心窍，知错了，求夫人从轻发落。此人屡教不改，恶意滋事，当众败坏营商风气，即刻拿下，带回州府从严查办。宋小乔药膳实职，经州府请验，定为岁贡药膳之首。今日新匾揭牌，从今往后，但凡有人恶意造谣、寻衅打压，一律按州府律令严惩，绝不姑息。宋姑娘寿宴药膳惊艳全府，在下愿出每月20两高薪，请姑娘常住我酒楼，掌专属食疗雅间，配方分成，尽可商议。我店客源多是达官内眷，正缺温补膳食。姑娘若肯入住，后厨资源尽归你调配，绝不插手分毫。先前是我心胸狭隘，屡次刁难，如今亲眼见你药膳本事，这主灶台往后优先归你使用，我甘愿打下手。多谢各位掌柜厚爱，只是我无心寄人篱下，另有开店打算，辜负诸位美意。姑娘不再斟酌一番，这般优厚条件，州府无人能比。心意领了，我自有长远规划，不便长久依附别家酒楼。
往后你在府中备山采办药材，无需再同我报备。但凡有需要，我全力配合。这铺子地段绝佳，周边皆是大户人家，你开药膳铺，生意定然红火。咱们今日敲定租期，劳烦房东体恤，租金我分季度足额交付，绝不会拖欠分毫。我们东家天香楼吴老板发话，这间铺子不准租给外来做药膳的女子。你若是敢签合约，往后整条街商户都不与你来往。天香楼掌控州府大半食材渠道，你家中杂货铺供货全靠吴老板，想断货源尽管签字。我知晓了，这铺子我暂且不租。租赁本是你情我愿，天香楼凭什么会干涉旁人铺面交易？州府地界，吴老板说了算。识相便趁早换地方，别自讨没趣儿。哼！姑娘实在对不住，我惹不起天香楼，只能作罢。你另寻别处吧。吴金德这般欺人，我去找他理论，逼他收回要挟。不必硬碰硬。东街旺铺虽好，却容易遭人紧盯，反倒束缚手脚。那咱们今日白跑一趟，再寻其他临街铺子。方才路过西街，我见一处闲置老院子，地段僻静，不惹是非，园落宽阔，能分区储物，熬制药荒，比临街小店合用许多。听你的安排，我这就随你过去，查看院落格局。这院子闲置多年，修缮要费不少功夫。若是姑娘嫌麻烦，我再带你去别处看房。院子占地宽敞，能分储物间、后厨、客座区，价钱合适我直接买下。修缮之事不用你操心。木料石块分量不轻，修缮我多带人过来搭手。不用麻烦旁人，这些零碎重物我一人便能搬动，咱们3日之内就能完工。放东街旺铺不要，偏窝在这偏僻破院。做药膳能有几个客人上门？我家东家坐拥州府最好酒楼，你这般小店撑不过10日就得关门。开店只为街坊平价食补，不靠繁华地段招揽权贵。天香楼生意再好，也管不住寻常百姓的胃口。此地是我私产，若是无事，二位请回，不必在此嚼舌根。价钱实惠，吃着舒坦。往后每日我都来买一份药膳，专为普通百姓做的简餐，只求平价滋补，大家常来便是。宋家回来。这药膳粥温润养胃，价钱又低，如今整条西街家家户户都来这儿吃饭。我每日做工浑身酸痛，坚持吃几日温补卤食，身子轻快不少。真是造福我们底层人。短短半月，客源日日暴涨，照这般势头，再过几日座位都要不够用了。百姓愿意捧场，我们便守住平价初心，不涨价，不减药材分量。西街那百姓药膳房搭建灶台杂乱，往来人流拥挤喧哗，严重有碍街道市容，恳请大人下令勒令关闭。你所言有碍市容，可有街坊佐证？整条西街商户皆受其扰，只是惧怕对方不敢出面。大人请看，这是西街全体住户的联名文书，大伙都感验药膳平价滋补，从未觉得扰事。宋姑娘开铺只为接济寻常百姓，
要帅温和治病，平日里还免费给贫苦人施舍粥食，是一桩民生好事。街坊万民请愿作证，石坊合规经营，惠民利民。你的控诉无凭无据，本官予以驳回。方才吃完你们店里凉拌野菜，我只觉头晕反胃，身子十分不舒服。我也是一样的症状，难不成食材出了问题？诸位先稍作歇息，我立刻去后厨查验今日野菜原料。这些有毒草木并非香蕉山野本土品类，本地农户根本不会采摘，分明是有人故意混进野菜里栽赃。大伙儿都看清了，这家黑心药膳铺用毒草做菜，已经吃出不是之人，药膳直接变成毒膳。这般害人铺子就该立刻查封，免得更多人遭殃。宋姑娘向来实在，怎么会用有毒野菜？莫不是其中有误会？人都吃出毛病了，还有什么误会？今日定要让官府把铺子封掉！定是吴金才记恨府衙告状失败，故意派人参毒陷害。我现在就去和他对峙。别急，眼下只凭毒草无法定他罪责，先顺着野菜供货的线索追查，揪出动手的人。人证物证齐全，才能彻底拆穿他的算计。你顺着昨日送野菜的货摊一路追查，找到混毒草的人，悄悄将人带回，切勿打草惊蛇。你放心，我定仔细盘问，拿到实打实的证据。此人便是天香楼负责采买的小厮，身上残留的毒草残渣和筐内毒物一模一样。是吴老板逼我掺毒，我不敢不听他的吩咐。你的小厮亲口承认受你指使，往我铺野菜里混入毒草栽赃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一派胡言！这小厮在外欠了银钱，故意栽赃陷害我，我从未吩咐他做这种事儿。老板明明许诺给我2两银子，让我搅坏药膳房生意，怎能翻脸不认？休要乱嚼舌根，我根本不认识你。大人，此人蓄意买通小厮投放毒草，意图损坏民铺，扰乱市井，证据俱全，请大人明断。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敢狡辩？罚白银100两，天香楼停业整顿半月，一刻执行。小人知罪，甘愿受罚。吴金才闭门整顿这几日，咱们每日客流翻了2倍，后厨都快忙不过来了。趁这段时日推出4季养生套餐，顺应春生夏长、秋收冬满的道理，分制不同药膳，贴合40身子需求。光是寻常简餐便这般好用，分季节定制药膳，定然更滋补。40药膳各有章法，药性温和入口，寻常百姓与官家女眷都适宜食用。不过是顺应草木时令搭配食材，只求评价苦惠众人。记下这间百姓药膳铺，往后州府接待外地女眷、乡绅家眷，膳食皆来此处采拜，列入官方接待名次。奴婢即刻回府登记在册。
如今有官府背书，再无人敢轻易刁难，咱们总算在州府扎稳根基。从被阻拦租铺到纳入官用名册，一路诸多波折，好在守住本心，往后踏实做好4季药膳便是。在下冯安，奉京城冯家之命前来。听闻姑娘4季药膳配方绝妙，愿出500两白银买断全套秘方。不知姑娘可否割爱？多谢冯家看重，只是药膳方子是我多年心血，且打算普费百姓，断然不会转卖他人。姑娘不妨再思量一番。500两足够置办数间铺面，错过实在可惜。钱财事小，济世初心事大，还请管事回去代为致歉。这人出手阔绰，是什么来头？京城来的管事，底气十足，绝非普通商户，你多留心他的动向。宋姑娘，冯家在京城势力盘根错节，若是得罪他们，往后南北食材渠道，怕是都会受掣肘。冯家拿不到方子，咱们州府一众酒楼也别想和姑娘合作。不如顺水推舟答应下来，大家都好过。方子我自有打算，不会因旁人胁迫轻易出让。诸位不必再劝。冯家行事暗藏胁迫，来头不小。麻烦你悄悄跟着冯安，查清他落脚住处，往来之人，切莫暴露自身。我明白分寸，定悄悄打探清楚，回来如实告知于你。只要诸位联手压制宋小球，逼他交出药膳秘方，日后冯家打通京城供货门路，优先把宫廷药膳分销份额升给你们几家。我本就与这药膳坊有过节，只是单凭我一家难以撼动他。若有冯家撑腰，此事大有可为。联手打压商户，若是被府衙查到，怕是要受惩处啊。有京城冯家做靠山，州府官府不会深究。等拿到方子，大家都能赚得盆满钵满。不如咱们统一压低菜品价格，再联合所有菜农猎户断他货源，不出几日他便撑不住。就按此计行事。今日回去，便联络城内所有供货商贩。往日咱们收购价向来公道，今日为何都不肯供货？吴金蚕联合一众酒楼给商贩施压，谁敢给药膳坊送货，往后所有酒楼都不再收他家货。冯安暗中挑唆同行，联手围剿，意在断我生意，逼我妥协。他们联手断食材，低价抢客，摆明是冯家在背后撑腰。我们要不要立刻去府衙上报？现在没有冯家挑唆的实证，贸然报官难以定责。先另寻城外农户猎户，打通供货中渠道，破他们的围广之计。城内菜农肉贩全被吴金才一行人胁迫，再无食材补给，咱们武士怕是难撑。城内渠道被封，咱们便绕开他们。城外山野农户猎户不受酒楼胁迫，正是出路。你明日一早带我出城，挨家拜访农户猎户，我愿高出市价1成，收所有鲜货，签订长期职工契约。我即刻备好马车，
明日凤晓随你下乡联络货源。姑娘当真比城内商贩多给1成价钱，还长期收咱们山货。白纸黑字立约，风雨不阻上门山货，绝不压价克扣。诸位大可放心。宋姑娘为人厚道，咱们一同联名签约。往后山货果蔬全都专供药膳房。运输队每日破晓出城拉货，食材供给源源不断。他们的围剿手段彻底没用了。别家酒楼以为断货就能逼垮药膳坊，人家直接对接城外货源，生意半点不受影响。今夜天色昏暗，大家多加提防。冯安记恨咱们打通城外货源，说不定会暗中动手。放心，我们猎户都带着家伙，真有人敢拦路，定不会吃亏。把所有食材全部打翻，断宋小桥的供货渠道。大伙护住马车，别让他们把货全毁了。一个女子也敢上前碍事，一并赶走。受人指使半路截获损毁食材，当真不怕府衙治罪？这女子力气太过吓人，咱们还是赶紧逃走。今夜险些出事，往后运输必须增派人手守夜护送。你即刻联络周边可靠猎户，组成固定守夜小队，每趟货队分2批人前后护卫。我明日便去通知各村猎户，每人轮流随行押运，保证官道运输再无危险。即刻传唤涉事相关之人，查清幕后主使，不得纵容歹人扰乱城郊官道秩序。属下这就前去缉拿盘问。劳烦大人为民做主。昨夜若非猎户奋力阻拦，大批食材尽数被毁，后面难以为继。那群打手皆是受人钱财办事，幕后之人正是京城冯家管事冯安。昨夜只是城郊百姓起了口角，自发生民械斗，与我没有半点干系。大人切莫听信一面之词。多名猎户亲眼看见你出钱雇佣打手拦路毁货，人证俱在，你还想遮掩？小人无话可说，只是此地不比久留，今日便动身返回京城。今日之事我记下了，宋姑娘日后若是进京，我冯家必定好好招待你。冯家在京城根基深厚，此番结下仇怨不可大矣。你悄悄派人一路跟随，查清冯安返京落脚之处，把全部行踪详细记录下来。我安排2名稳妥猎户沿路尾随，绝不暴露踪迹。所有消息第一时间回来禀报。朝廷3年1轮岁贡名参重审，各州需推选特色膳食入京考评。本官思虑外三，决定由你代表本州参选药膳类目。大人抬爱，民女定尽心烹制药膳，不辜负州府托付。
文书在此，参选膳食需温和滋补，适配宫中贵人，不可药性猛烈。我记下规矩，会挑选3道适配老幼、药性平和的药膳餐品。先生复起，就可以退下准备。此番我选定安神莲子羹、气血双补卤肉、健脾山药膏3道药膳，各有侧重，药性温润，最合宫中需求。我这就备齐所需莲子、当归、山药等全部原料，保证食材新鲜，无半点差池。姑娘只管吩咐，清洗炖煮的杂活我们全包，绝不耽误工序。岁贡考评容不得半分马虎，每一道工序我都要亲自盯手，药材配比，熬煮火候，分毫不能改动。你歇息片刻，这里交由我们照看，不会出错。贡品关乎泉州颜面，我亲自把控才能安心。等3道药膳全部完工再说。后厨乃是备贡之地，无关人等不可随意靠近。只是好奇贡品药膳用料，看2眼无妨，何必这般戒备？那个新来的帮冲阿贵绝智鬼怪，总趁咱们不备偷看食材配比，怕是另有图谋。你去外面清洗盛放糕点的木盘，仔细擦拭干净，待会儿要装贡品山药膏。是，我这就去。明明配方已经定好，为何突然调整关键药材用量？阿贵偷抄的只是摆在明面上的普通配料，是我故意留下的名方。真正调和药性的暗方配比，我悄悄改动。即便配方被偷走，烹制出的药膳药性、口感也会大打折扣。原来是这般算计，吴金才费尽心机偷方子，到头来只会拿到残缺无用的配料单。咱们静待钦差品鉴之日，便能看清吴金才的盘算。眼下只需守好2套方子，不露破绽。按顺序呈上，每样都细细品尝，公正评判优劣。下官特意依照岁贡药膳方纲烹制气血卤肉，请大人品鉴。肉质寡淡，药性相冲，温补之力全无，味道平平，不堪作为岁贡膳食。大人，这配方分明和宋小乔所用一致，怎会口感相差甚远？配方岂是单凭几味寻常药材就能复刻？内里门道多着呢。民女献上3道45补药膳，供大人品鉴。此3膳火候精妙，药性柔和互补，甜咸适口，老弱妇孺皆可服用，乃是难得的岁贡佳品。大人，岁贡名次该如何登记？本周岁药差名额直接定为宋小乔，其余膳食一律落选。多亏你提前调换核心药材配比，吴金彩偷去的只是无用名方，当场出丑。妄图投机取巧窃取心血，终究只会白费功夫。经本官品鉴核定，宋小乔药膳适配宫廷，正式纳入岁贡名资。州府赏白银100两，赐牌匾“州府药膳第一”。姑娘，请收下官府赏赐。
承蒙朝廷与府台抬举，民女定用心烹制岁贡药膳，不负重托。偷来的方子登不上台面，吴老板今日算是颜面尽失。如今有朝廷岁贡名分，再无人敢随意刁难咱们铺面。既是朝廷认证的岁贡要塞，不如改善名号，往后对外扩张也更有底气。姑娘打算更换什么字号？就改名御膳坊州府分号，往后拓展周边州县供货渠道。咱们西街出了岁贡厨娘，往后御膳坊定能越做越大。周边县城不少商户递来合作帖子，如今有官方名头，合作谈判会顺畅许多。统一药膳配比，把控食材品质，借着岁贡的名头稳步向外拓展，不急于冒进。今日辛苦你们，后厨器具清洗妥当，便早些回家休息，明日一早再开工。姑娘也早点休息，外头还有人等着您呢。天色这般晚，你怎么还不回去歇息？可是还有食材运输的事情要商议。无关生意，是我藏在心底许久的话，今日想对你说清楚。从当初在河边第一次护着你开始，我便心悦于你，一路陪你开店，应对诸多刁难，只盼能长久伴在你身旁。你的心意我知晓，只是眼下岁贡之事，铺面扩张诸事繁杂，我无暇顾及儿女情长。容我料理完眼前所有繁杂事务，再给你答复，好不好？无妨，无论要等多久，我都心甘情愿，一直守着你。宫中贵人久患厌食体虚，听闻你要帅温补其效，特召你即刻入京献膳，不得延误。民女遵旨，3日内必定收拾妥当，动身北上。路途遥远，备好专用药膳原料，等候官车随行。京城局势复杂，路途多有变数，由我一路护送你进京，沿途安危由我照看。有你同行，我安心不少。分号事务只能托付家人看管。京城权贵人心难测，在外万事谨慎，切莫与人起冲突。州府御膳坊便交由你与浩然看管，按时对接农户货源。4季药配方我都正写留存。姐放心，记账送货的活我全包，绝不会让铺面出乱子。家里全靠你们撑着，我办完宫中差事便尽快折返。分号日常采买值守，严格按之前规矩来，有难处及时传信京城。是。看好铺面，勿要挂念我。这京城看着热闹，可沿路不少人都在暗中打量我们，处处透着不对劲，万事小心。我瞧出来了，这里不比州府，行事收敛，不轻易与人起争执。苏总管安排好了落脚之处，随我走，莫四处闲逛，惹出是非。
府内分配食材仅此一份，往后每日按量来此处领取，再多便没有。这般劣质食材，怎能用来捧制进贡药药？烦请回禀苏总管更换原料。苏总管定下的规矩，外来善娘皆是这份功绩，不愿用便自行另寻去处。这苏全寿分明刻意刁难，咱们直接寻贵人诉说委屈。眼下无凭无据，贸然告状，反倒落人口实。不必冲动。我自带药材齐全，先用这些熬制药膳小样，先拿出实打实的食疗成效，届时自然有人为我们做主。还是你思虑周全，暂且隐忍，静待献膳时机。劳烦通传苏总管，我已备好药膳小样，何时能够入宫，呈给贵人品鉴。苏总管说了，宫中膳食排系紧凑，外来善娘需按次序等候，何时轮到尚无定数。知晓了，有劳公公代为转告。这般粗硬木柴，男子都要挥斧数次，他徒手就能劈开，力气实在吓人。听闻她是州府岁贡第一厨娘，果然与寻常女子大不相同。总管，这名宋姑娘来头不小，先是得县令夫人得力举荐，后来知府夫人也十分看重。岁贡考评一举夺魁，是朝廷在侧共善之人。本想压他几分气焰，没想到背后2层官家靠山，还有朝廷名分，若是过分刁难，容易惹祸上身。不如不再刻意拖延，若是贵人知晓咱们无故阻拦共善，怕是要降罪。暂且搁置打压，再寻合适时机安排他入宫献膳，不可公然与之硬碰。苏总管刻意压着排序，再拖下去，咱们备好的药膳原料都要放得多新鲜了。不必心急，踏实熬制调理膳食，机遇总会来的。这股温润香气从何处而来？闻着竟让人胸中舒畅不少。回娘娘，是暂住此处的州府膳堂宋小乔，正在灶前熬汤。你锅中所熬是何种膳食？香气这般独特。回娘娘，是滋养气血的温补鸡汤，加了平和滋补药材，适合体虚之人饮用。一碗汤竟有这般奇效，明日我定要向陛下举荐你。陛下听闻宋小乔药膳奇效，命你即刻安排他入宫献膳，不得延误。奴才知晓，马上前去通传。宋姑娘，苏总管传你，明日一早入宫御前献膳，一应器具提前备好。总算等来机会，李妃此番到访，直接解了咱们困局。借贵人相助才有转机，明日定拿出最好药膳觐见陛下。陛下即刻驾临，速速备好3道岁贡药膳，不得有分毫差池。民女明白，此刻便起锅烹制。这般稳当的手艺，咱们御膳房老师傅都未必比得上。此羹清凉安神，药性和不冲，酷暑食用最为合适。其余卤肉、山药糕也各有妙处。不过是慎应40调配食材，能合陛下口味便是万幸。取黄金100两赏赐宋小乔，另封她为御膳娘子，
特需每月入宫一次，烹制滋补药膳。奴才遵旨，这便取赏赐金锭。今日御前得风，往后宫中再无人敢随意刁难。虽得陛下恩赏，行事依旧不可张扬，恪守本分，做好药膳即可。我都记在心里，往后随行护你，万事稳妥。多亏陛下赏赐银两，咱们才能在京城立足。今日达官百姓全都赶来捧场，生意定会红火。能在此开总号，全凭宫中认可。待客切记守住平价滋补的初心，不可恃宠抬价。便是御前受封的御膳娘子开的铺子，今日定要尝尝宫中同款40药膳。你看人群后头，那人是之前在州府处处水都没难我们的冯安，他身边还跟着一位气度不凡的副手。果然是他，今日特意来开业现场，定然没安好心。老爷，这便是那个不肯售卖药膳秘方的宋小瑶，如今仗着陛下恩宠，在东城开启总号，抢咱们不少客源。一个外来善娘竟敢与冯家作对，今日正好亲眼瞧瞧她有几分能耐。此人衣着华贵，随从众多，想来便是冯家主事之人，京城3大粮商冯四海。此地是天子脚下，我们守规矩经营，只要不主动生事，他们也不能肆意妄为。只是往后要多加提防冯家算计。宋姑娘如今在京城站稳脚跟，实属不易。我冯家身为本地大粮商，有心与你长久合作。多谢冯老板好意，不知您口中的合作是何种章程？冯家包揽御膳房全部药材，补物供给，分文不抬高市价，只需姑娘让出30%干股，咱们互利共赢。30%股份份额太重，一旦应允，咱们铺面便要被冯家牵制。铺面原料自有城外稳定供货渠道，股份我不能割让。此番合作只能辜负美意。小姑娘初来京城，还是不懂此地行事规怪，老后怕是要栽跟头。姑娘，方才有人偷偷翻进后厨，橱柜、药材筐全被翻动过。定是冯世海记恨被拒，夜里派人来搜寻咱们的药膳方子，存心寻衅。今日登门假意谈合作，只是试探；夜里潜入后厨，便是警告。冯家已经打算动真格针对我们。我多召集些可靠人手，分2班整夜巡逻，加固后厨门窗，杜绝外人偷偷潜入。就按你说的安排，往后存账秘方、核心药材之处，每日收工后由我们亲自锁好，万万不可掉以轻心。姑娘，城内所有米铺、药材商行全都不肯和咱们交易，一问才知是冯家打过招呼，谁敢供货，日后就断绝往来。城郊几家常合作的药材摊贩，你可曾前去讯问？全都被冯家下人提前拦下，没人敢收咱们银钱。冯四海是城中顶尖粮商，人脉遍布各行，此番是铁了心要断我们所有城内货源。往日药膳齐全，怎么连续2日闭门不做吃食？实在抱歉，食材工艺出了变故，今日暂且无法待客，改日您再来。再这样下去，总号只能长久歇业。咱们总不能一直靠着从州府运来的存货撑着。在州府时，城外大片农户猎户可供调度，京城周边村落零散，路途遥远，车马运输损耗极大，根本没法稳定供货。我从前应对各类刁难都有法子，可如今冯家把持全城粮药渠道，城外货源又跟不上，这是我头一回觉得棘手难办。你不必太过忧心，我们慢慢思索对策，总能找到绕开冯家的门路。城内渠道全被冯家封死，唯有依靠咱们州府熟悉的猎户农户，我连夜动身返程联络货源。路途遥远，
一路多加小心，务必和李兜、李爽商议妥当，保障货物安稳运抵京城。你留在京城稳住铺面，我不出3日便能带回消息，绝不叫冯家的算计得逞。冯家掌控城内大集市，我们若是私下给你供货，怕是会遭冯家刁难。我提前预付半年定金，所有果蔬禽蛋全数收购，不压低价钱。且咱们私下交易，避开城内商行。姑娘出价公道，还预先付银，比卖给商行稳妥不少。不如与她长期合作。既然姑娘这般有诚意，往后咱们田里的菜、家中禽蛋，全都专供御膳房。我们一众猎户组队分批送货，绕开冯家管控的集市，直接从州府输送山珍药材，源源不断。城外山野货源不受粮商管束，冯家封得住城内商铺，封不住整片山野。西郊农户的蔬果渠道也已敲定，2条货源相互补足。冯家封氏的计策，算是被咱们生生撕开一道口子。冯羲和处处打压你，我冷眼旁观许久。如今冯家气势过盛，我不愿再与其同流合污，特地来告知一桩秘行。总管肯坦诚相告，小乔感激不尽。不知冯家垄断货源背后藏着什么隐情？京城药材渠道能被冯家一手把控，全靠他们常年重金贿赂太医院采买管事，加定下独家供药契约，才排挤掉所有外来商户。难怪全城药铺都不敢与我交易，原来是宫中采买这条命脉被冯家念在手中。此事干系不小，我只悄悄透个线索，万万不可对外说是我告知你的，否则我在御膳房再无立足之地。总管放心，我定守好这个秘密，绝不牵连于你。苏总管特意单独前来，可是带来了冯家相关的消息。冯家靠贿赂太医院买办独占供药权，才得以封锁全城药材，这便是他们打压我们的根本依仗。仗着行贿垄断市面，实在太过嚣张。我们直接拿着线索去官府揭发他们。仅凭几句说辞不足以定罪，眼下缺少银票、往来书信这线实打实的证据，贸然上报只会打草惊蛇。你安排可靠猎户暗中盯紧冯安与太医院采买管事，记录2人私下见面、银钱往来的全部踪迹，务必收集完整实证。我即刻安排人手分头打探，隐藏行踪不被冯家察觉，尽快将所有证据整理齐全带回。递上状纸便即刻离开，切勿暴露身份，免得冯家察觉后提前销毁账册。姑娘放心，我行事谨慎，绝不会留下半点痕迹。账本多处大额不明支出，如实交代钱款尽数送往何处。那些银两全是冯家冯四海送来，换独家药材供给权，与旁人无关。是你暗中举报毁了冯家生意，今日定要拆了你这间铺子！官府已有定论，再敢寻衅闹事，直接押去大理寺。仗势欺人，落得这般下场，这姑娘实在解气。听闻你家药膳调理体虚，效果绝佳，我们府上想办家宴，不知可有成套养生宴席？我新近定下4季养生宴，依照春夏秋冬调配药膳菜式，适配女眷调养气血，可提前预定席位。这套宴席正合我们需求，我先定下3桌，往后府中小宴都来此处预定。姑娘，如今4季养生宴的订单已经排到3个月之后，不少大户愿预付全款留位。当初冯家百般封锁货源，如今咱们客源络绎不绝，总算在京城彻底站稳脚跟。铺面生意日渐繁忙，采买、运输、
院落安保诸事繁杂，我有意让你做御膳房总管，全盘打理内外杂物。承蒙你信任，我定管好货源渠道，加派人手看守铺面，绝不让任何闲杂人等前来滋扰。往后采买分州府山野货与西郊农户货2条线路，夜间2人一组，轮流巡守前后院落。有任何变动，立刻禀报。如今客源充足，咱们守住食材品质与药本心，稳步扩张，不必急于求成。侄女，我是你母亲王氏那边的远房表叔宋满顿，家中日子难熬，听闻你在京城开启御膳房，特地带着小儿宋小宝前来投奔。母亲确实提过乡下宋家远亲，只是多年不曾往来，不知表叔此番前来打算如何营生？我们只求一口饭吃，不管粗活累活都能干，绝不添麻烦。来路生疏，贸然留下，怕是埋下隐患，不如给些银钱，打发回乡。终究沾着同族血脉，母亲往日常念乡里情分，暂且留下观察几日。小宝年纪尚小，在后厨做杂活、洗菜分煎。表叔你心思沉稳，看管库房，存放药材食材。多谢侄女收留，我父子2人必定踏实干活，绝不辜负你的好心。安神羹莲子茯苓配比，卤肉当归黄芪投放时机，全都记牢，往后自有大用。我方才路过库房，看见他对着配方册子看了许久，绝非单纯清点货物那么简单。眼下没有确凿证据，不必当场戳穿。我会悄悄改动几处辅助药材用量，在暗中派人留意他一举一动。我安排猎户护卫，隔段时间便绕库房巡查。若是他再有窃取配方的举动，立刻禀报。东城临街新开酒楼，今日推出和你家一模一样的气血卤味，价钱压得极低，不少客人都被引了过去。咱们这款卤味刚上新不足5日，配方从未对外泄露，定是内部有人走漏消息。近期只有宋满舅日日守在库房，时常翻看配料清单，十有8九是他从中作祟。若是宋满照真拿走这份方子，会不会坏了咱们御膳房的名声？假方子药性相冲，烹制出来口感苦涩，食客一尝便能分辨，正好借此揪出他交易秘方的证据。这卤味又苦又腥，和御膳房的味道天差地别。你谎称拿到原版秘方，纯属欺瞒。方子是我花银两从宋满顿手中买来，一切与我无关。我给你的分明是真方子，怎会做成这般模样？你偷走的不过是我故意留下的假方子，贪图私利出卖配方，今日人证物证俱全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侄女儿，求你高抬贵手，放过我这一回，我再也不敢偷鸡配方牟利了。你贪图银钱，暗中泄露药膳方子，
害得御膳房客源受损。如今人证、假配方俱在，我不能徇私纵容。不全是我的主意，是老家王氏一直写信撺掇我，让我拿到秘方回去谋利。我只是听他吩咐办事。既然牵扯王氏，索性一并交由官府裁决，免得往后二人再生事端。不过一点家事，何必闹到官府？你就当给我个情面撤案吧。当初你撺掇远亲来殿内窃取营生根本，存心毁我心血，这份情面早在你算计我的时候就没了。案情清晰，二人暂且收押，等候定罪发落。我从未参与偷配方之事，求姐姐不要赶我走，我愿意踏实干活赎罪。我可以留你在此做工，但你每日收工必须向总管报备全天活细，往后绝不允许靠近后厨、库房存放配方药材的区域，一步都不能踏入。若是违反规矩，立刻逐出京城，绝不留情。我全都记住，一定安分守己，好好干活。母后久居慈宁宫，连续数月不思饮食，身形日渐消瘦。你们轮番诊治，却始终不见计色，可有稳妥调理之法？臣等轮番更换滋补汤药，太后服下皆反胃作呕，忧思郁结伤及脾胃，寻常药食难以绩效，实在束手无策。陛下，此前御前受封的御膳娘子宋小乔，善40食疗药膳，不少体虚宫人妃嫔经她调理皆好转，不妨召她入宫一试。即刻传朕口谕，速召宋小乔即刻入宫觐见，不得耽搁。太后娘娘日日寝食难安，汤药难入，姑娘可有办法？回太后，您身上并无顽疾陈膏，只因常年忧思郁结，肝气阻滞，脾胃失和，故而见食生厌，一味猛补只会加重脏腑负担。宫中太医皆是名贵药材进补，反倒越发难受。你可有温和法子？民女不用烈药，以药食同源之物调和，舒缓心绪，同时滋养脾胃，循序渐进调养。姑娘，这是拟定了几天的膳食法子？我设计一套7日调养方案，每日菜式各有侧重。首日以清心安神羹舒缓郁结，后续逐步添入健脾补血食材，药性清淡温润，日日更换搭配，不会令太后反胃。这般细致周全，想来太后服用几日便能好转。姑娘，太后见滋补汤水就眼胃，这般下去7日调养，怕是难以为继。太后抵触的是浓重药味，我换做法，把药材融入点心、凉冻之中，淡化药气。入口清甜，没有往日汤药苦涩，倒能勉强吃下些许。去唤宋姑娘再送一份山药药冻，方才的清汤也再添一碗，腹中尚有饥饿之感。娘娘许久未曾主动索要吃食，可见食疗已然奏效。娘娘脾胃健开，切忌少吃多餐，不可一次进食过多，伤及脏腑。多亏你心思巧妙，换了各上吃法，
才让我厌食症有所好转啊。小乔仅凭食疗便医好母后积年忧思厌食，功劳甚大。内侍取100两黄金赏赐。御膳娘子接赏。能让娘娘身体安泰，便是民女最大心愿。赏赐实在愧不敢当。往后常入宫烹制膳食，时常来慈宁宫陪我说说话。你食疗调理太后沉郁厌食，心思精巧，功效卓绝。朕赐你这块玉牌，往后入宫无需提前通传，不论何时均可直入宫内。草民愧受陛下隆恩，往后必尽心烹制药膳，守护宫中贵人安康。这块金牌是实打实的体面，往后京城地界无人再敢轻待于你。之前多有冒犯，今日听闻陛下御赐金牌，特意前来拜会，往后愿与御膳坊和睦共处。一块金牌镇住全城商户，从前暗中模仿断供刁难之人，如今全都主动登门示好。和睦经营方是长久之道，我手中握有州府稳定山野货源，今日正好商议食材直供合作，野味、药材、时令蔬果统一直送各家酒楼，省去中间粮商层层加价，签订契约，长期合作。能绕开垄断粮商，拿到新鲜原料，对我们大有裨益。即刻便可签署文书。将每家酒楼所需食材分量、送货日期逐条写明，由猎户队伍统一调度运输。如今京城根基稳固，货源、客源、宫中恩赏全都齐备，冯家再无能力为难，内患也尽数临清。往后，你可有什么长远打算？从前只求安稳，守住一间铺面，如今有州府山野货源，又和京城酒楼达成直供。我想往各地开设分号，不只是专供达官贵人的养生宴席，要把平价药膳做出来，让寻常百姓也吃得起调理身子的膳食。你的心思我都懂，不管你想去江南、中原还是更远的地方开分号，我都一路陪着你。采买安保、打理判铺面内外琐事，我一力承担，绝不让你独自操劳奔波。我不急一时名分，只愿长久伴你左右。待各地分号步入正轨，你想何时定下我们的事，我都等你。等药膳铺开，百姓都能受益，便是最好的时候。往后不必再独自扛下所有难处，凡事都由我与你分担。有你同行，走遍四方，我也无所畏惧。朕午时整寿，宫中宴席史实全交由你打理，药膳菜品由你一人定夺，御膳房所有人马尽数听你调遣。臣女定不负陛下托付，兼顾文武百官、后宫家眷体制，搭配滋补适口的药膳菜肴。此次宴席宾客众多，南北官员齐聚，菜式需兼顾各方口味，万万不可疏漏。我心中已有规划，南北食材相融，分温补、清润两类菜式，
适配不同体质宾客。此番共备32道药膳佳肴，南方清润羹汤16道，北方温补蒸灯16道，各司其职，把控火候，药材分量分毫不得偏差。姑娘调度条理分明，我等必定谨遵吩咐，精细处理每一份食材。各地专供食材全部到位，鲜货妥善存放，不会耽误宴席进度。辛苦你连日奔波值守，宴席当日还需你在外维持食材供给。菜品兼具美味与调养之功，吃完整个人神清气爽，从未尝味过这般绝妙膳食。小乔以食疗入宴席，兼顾风味与养生，心思厨艺多是顶尖，乃是百年难遇的厨中奇才。陛下过誉，能为寿宴添一份热闹，是臣女的荣幸。皇帝诏曰：御膳娘子宋小乔，寿宴统筹32道药膳，喂养兼备，调理太后圣体有功，厨艺冠绝朝野，特册封天下第一厨，赐东城宅邸1座，进交良田100亩，每月入宫膳食供给不限。钦此。民女宋小菊叩谢陛下隆恩。宋姑娘如今是实打实的天下第一厨，这般封赏，满京城无人不艳羡。从州府山野走到皇宫大殿，你一路熬过无数刁难，今日这份殊荣，你当之无愧。咱们小乔总算熬出头了，不用再受人欺辱，还得了陛下这般看重。娘，姐姐凭一身手艺闯出一片天，往后咱们再也不用吃苦受累。当初谁能想到，咱们乡下走出个天下第一厨？如今有宅邸良田，真是光宗耀祖。宋家闺女封了天下第一厨。当初河边初见，你满身狼狈，一身锋芒无处施展。如今御赐金牌在身，册封天下第一厨，分号货源遍布南北。你想要开设无数分号，让药膳普惠寻常百姓。往后漫长前路，我永远伴你左右，万事与你分担。宋小乔，天下第一厨。天下第一厨荣归故里，咱们宋家村世代沾光。全村人一早便在此等候迎接。族长不必多礼，我只是回乡探望亲人，谈不上衣锦还乡。当年欺负你的孩童都在那边，如今知晓你的身份，个个心生歉意。年少无知的旧事，不必放在心上。村里人听闻你要回来，自发带砖瓦木料，忙活2日，把院子修整妥当。姑娘如今受陛下封赏，是咱们全村的脸面，修缮老宅本就是我们该做的。多谢各位乡亲费心，小乔无以为报。明日起，我在村中度设棚席、流水席，连摆3日，全村老少都来赴宴。
丽晶一直躲在那边，想来是羞愧无颜与你碰面。当初他嫌我家境破败，出言折辱，如今我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任人欺凌的农女。相逢亦无话可说。小乔姑娘，村西的李青云托我来捎话，说心中有愧，想求你见他一面，有心里话要同你讲。当年他当众折辱你，如今落魄了才想起道歉，不见也罢。既然他执意要见，便约在村口老槐树下吧。那里本就是当年了结婚约的地方，今日一并做个了断。我这就去给他回话。小乔，当年是我鼠目寸光，嫌你家境贫浅，当众羞辱于你，是我有眼无珠，错失良人。这些年我日日懊悔，今日只求你能原谅我当年的过错。如今我日子潦倒，才知当初自己何等浅薄。若能重来，我绝不会那般对你。从前的事我已经不记得了，你走吧。心中当真一点芥蒂都无了。早已放下，今日见过一面，才算真正和过去的自己告别。往后前路只有药膳与百姓，再无旧事纠葛。此番定下5年大计，走遍天下100座城池，开设御膳坊分号，全城3统贵制，药膳秘方统一抄录分发，食材制作标准统一，门头器具品牌统一，绝不允许各地私自改方抬价。全盘沿用分号掌柜场制，每城设1名主事掌柜，掌管门店经营、伙计调度，每季付京城总号罪账数值。年终凭盈利分取参股分红。各州水土食材各不相同，统一标准之下，如何贴合当地百姓口味？基础药膳配方分毫不动，仅可微调时境辅材，所有改动需传至京城报备，由我核定后方可使用。是。百城分号统筹繁杂，货源调度、掌柜考核、银两账目缺一不可。我欲拜你为天下总掌柜，总揽所有分号大小事项。你既有济世药验之心，我便替你扛下天下铺面经营，南北运输、人员管束，万事由我兜底，无需你分心操劳。京城总号由你坐镇，再分派家人守住根基。小乔心怀天下，要把药膳送遍4方。咱们母子2人守好州府源头总号，绝不拖他后腿。我每日对接猎户车队，清点发往各地分号的山货药材，把控源头食材品质，保证全国铺面供货稳定。各州运输路线已重新规划，分批次转运，避开关甲粮商阻拦，货回流转顺畅。当年定下的5年100城计划如期完成，姑娘凭一己之力，把食疗药膳传遍全国上下，后世定会铭记她的恩德。多亏宋娘子研出温和药膳，老人孩童体虚都能调理，世人都称她药膳之祖，名副其实。不过是借着小乔的药膳产业，带着乡里妇女一同营生，实在担不起这份抬爱。我考取武举，日后可护各州御膳房商路安稳，再也无人敢刁难供货车队，护好姐姐毕生心血。母子2人皆是不凡，一个济世百姓，一个守护商途，实在令人钦佩。
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这一世活得值了。